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以色列美角的頻道。今天是2026年的1月27號，那就在昨天下午的時候，以色列公布，他們終於在加薩北部的一個墳墓區找到了以色列在加薩最後一個死掉的人質，也就是 Ron。這也是代表，終於在昨天，所有以色列的人質全部都回來了，全部都回家了。那我現在人是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這就是雅法路的 Yafo Center 雅法中心站。那在我身後的這道牆呢，它不是一個裝飾的牆，我需要來跟大家解釋這是什麼。因為如果以後大家搭輕軌在這一站下車的話，很可能還是會看到這面牆。那今天影片結束的時候，也終於可以把我掛在身上843天的黃緞帶拿下來了。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因為10月7號的這場戰爭才開始追蹤以色列美角的頻道，所以我覺得對大家來說，哇，這個終點終於來得好不容易。那這一面牆雖然說已經很多的人質的海報都撕掉了，但是它卻是記錄着10月7號那天發生的事情，以及這個國家所付上的代價。有一些人質他們是活着回來，像是這對雙胞胎，還有這個，他也寫書。有些人的名字，有些人的臉，你看了很久，你會覺得說哇，好像真的認識他們。但是也有1200個人是在10月7號那一天他就喪失生命，是我們根本沒有來得及機會去認識他們。所以也許來到以色列的時候，你還是會看得到這些紀念士兵。還有受害者的這些貼紙。那有一些人質，他們甚至是在10月7號那天就很殘忍的被哈馬斯殺死，然後哈馬斯為了要有談判的籌碼，所以把他們的屍體就這樣子帶到加薩。最後一個回來的人質他就是這樣。然後這2個人質，他們是80幾歲的老爺爺，他們是在那邊在加薩被殺死。其中一個我記得還是大屠殺的幸存者。像很快大屠殺的紀念日就又要來到，然後像這個是尼泊爾人，他根本跟哈馬斯跟猶太人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哈馬斯看到他是在以色列念書的學生，也不管他是尼泊爾人，就這樣子把他殺死。真的是完全沒有人性，也沒有邏輯，也完全不可能去支持哈馬斯。那最後一個回來的人質，他的海報已經被撕掉了。我想要指給大家看，因為已經看了很久，所以就算只是看到這個眉毛，也知道這就是 Ron。他是那一天不是他執勤，他是警察，但是他還是跑到南部以色列南部，就是發生恐怖攻擊那個地方去救人。然後他被哈馬斯殺死了以後，哈馬斯就是把他的屍體帶到加薩，一直到現在以色列軍方才找到他的屍體。那在以色列的文化裡面 ，Leave no one behind， 不落下一個人，一直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精神。我覺得如果大家有當過兵，應該都很能夠體會这個精神的重要性。那10月7號那天是有差不多251個人質被擄到加薩去，他們不是好像哈馬斯大發憐憫，然後讓他們回來，不是這樣，是以色列付了贖金。什麼樣的贖金？以色列把被關在以色列的這些所謂巴勒斯坦的囚犯放回去。這些囚犯有一些是犯了很嚴重的恐怖攻擊，所以被關到監牢裡面，被判了好幾個無期徒刑。但是以色列為了要把這些人質救回来，所以就要谈判。那谈判就是要去考量哪一些重大的囚犯是說什麼也不能放出來的，那哪一些就是好吧，就是20年前、30年前的事情。但是為了能夠讓現在活着的以色列人質還可以回來，那就只好把這樣子的人放出去。所以以色列他是付了極大的代價。那個時候大家就在說，我們這樣子怎麼樣子去對得起當時恐怖攻擊然後死掉的這些人的家屬，他們家的孩子的命難道不是命嗎？可是以色列人大部分還是會覺得說，可是現在活着的這些人質，他們只有回來以色列，他們才能夠有人生，我們不能夠把他们留在加薩。我們如果能夠用這些人的就是囚犯去換到我們所心愛的兒子女兒，那就划得來。那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這個談判
花了很長的時間，然後總共是3次嘛。第一次是2023年的11月，第二次是一直等到2025年的1月，第3次就是去年，最後一次是2025年的10月。如果以色列軍方可以找得到人質的話，就不用談判了，但是就是找不到，所以沒有別的方法。有一些人質確實是救回來的，但那些都是少數，是奇蹟。總而言之，10月7號的這一場戰爭的結束，是因為以色列付了極大的代價才得到的，非常的不容易。那我現在人在耶路撒冷市政府廣場這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就是2023年的10月還有11月的時候，以色列的民眾为了要呼籲讓這些被哈馬斯抓到加薩當人質的嬰孩孩童能夠回來，所以他們就在這裡放了床，就是要讓民眾可以感同身受，這些孩子無辜的孩子竟然被抓去當人質。那個時候就是在這裡有好多的床，我記得是50天吧，這些孩子在加薩，然後最終被釋放回來。就是我剛才說的人質跟那個巴勒斯坦囚犯做了交換，所以我也是選在這邊把我的黃緞帶拿掉。那我覺得大家以後來以色列可能會看到有部分戰爭的痕跡，也可能不會，但是都是請大家要記得，這段歷史對以色列人來講是近年非常非常深的一個痛。就算看不到，但是你的心也是會感覺得到，所以給以後大家要來的人一點心理上面的一個準備。對以色列人來講，他們是不可能忘記這樣子的傷痛，就跟為了要救回最後一個已經死掉的人質，全國的人他們不會把他們身上的那個黃緞帶，或者是黃色的這個，像我背包上面這個就已經掛很久了，但是沒有人願意拿掉，因為沒有人願意去忘掉任何一個受害者的名字。但也是因為這樣子，你會看到以色列人更加知道生命的寶貴，能夠活着就是一個很大的恩典，所以他們都是很認真的好好的活着。而且我需要再補充一點，就是2023年10月7號發生了這麼大的一個恐怖攻擊，然後以色列境內有21%的阿拉伯人口，就像我剛剛身邊經過的這些穆斯林的女生，也包含了就在耶路撒冷市政府裡面工作的人員，也包含了醫院裡面的阿拉伯的工作人員。這些人他們都是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他們跟一般的阿拉伯猶太裔的公民有一樣的公民的權利，完全沒有因為說哈馬斯是阿拉伯人，然後是穆斯林，然後對以色列做了這樣子的事情，然後以色列的猶太人就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阿拉伯穆斯林，然後進行攻擊，或者是任何歧視，或者是怎麼樣都沒有。這些人照樣在這個城市生活，像是開輕軌的司機、公車司機，還有店員，包含我去醫院生我們家老二的時候，那個時候是半夜2點。你們知道，在停車場的女生，她就是一個包頭巾的穆斯林的女生。她是可以在這個國家自由、獨立而且安全的工作，穆斯林女生哎，然後幫我打針的醫生也是穆斯林的女生，然後剛剛也有經過一個奶奶，她也是穆斯林的阿姨奶奶，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2年多我們做這個頻道，然後不斷的告訴大家真實發生在以色列的事情。如果說在以色列境內就已經有這麼多阿拉伯人，你需要去加薩，然後去殺他們的嬰兒嗎？所以我完全不相信任何關於以色列的士兵對加薩的孩童做任何樣子的荒謬的指控。而且以色列的 IDF 的軍人其實就是我們認識身邊的以色列人的兒子女兒，或者是我們身邊的朋友本人。所以不管是主觀來講還是客觀來講，我們都已經很努力的把我們所認識真實的以色列分享給大家。也謝謝大家願意透過這個頻道來認識以色列。終於是告一個段落了。